高素云，我把话说明白，你进门后只要善待白姨娘，不闹，不妒，不抢，我给你正妻的体面。我知道了。为了家族，我嫁了。从此，他坐着，我站着，宫里的赏赐他先挑，剩下的才轮到我。素云，不准走！你是我的妻，哪儿都不准去。侯爷拦我做什么？我这不是正给你的心上人腾地方吗？靖安侯府太夫人给我来信了，信中说有意让云丫头去做靖安侯的续席。靖安侯，那可是圣上的宠臣，位高权重啊！云丫头，这可是咱们高家的大喜事儿。靖安侯府，侯夫人，这真是天降的福气。将来做了侯夫人，可别忘了姐妹们。就是，靖安侯府那是何等的富贵奢华，三姐真是好福气。二姐四妹，你们快别取笑我了。好孩子，这镯子是老身的一点心意，你且收下。谢太夫人赏赐，素云定当好好珍藏。太夫人如此厚爱，是这丫头的福气。小姐，您为了太夫人的寿宴，这绣活都赶了半个月了，这份心意太夫人定能瞧见。既然要嫁过去，自然要尽心。侯府门第高，我更不能失了礼数。若梅，太夫人身边那位女子是谁？小姐，那是侯爷的妾室白皙娘。云丫头来了，快过来坐。白姨娘，开席的菜单已经核对过了，您看是否现在传膳？传吧，记得太夫人那道软糯的燕窝粥要一直温着，莫要凉了胃。新娘，今日操劳寿宴，可是累着了。哼，哈哈哈。若梅，咱们走。小姐，奴婢打听清楚了，这白皙娘是何来历？这白皙娘进府2年多，侯爷独宠她一人，为此把以前房里的姬妾全都遣散了。如今这后院只留她一人。走吧。若不是出身青楼，名声太脏，侯爷怕是恨不得直接抬她做夫人。可不是嘛，所以才挑了这国子监四叶家的高小姐。听说那高小姐名声极好，最是厚道温和，好拿捏得很。娶回来不过是个摆设，就是为了让她忍下这个被侯爷抬举到天上去的妾。4品官家的女儿高攀了咱们侯府，哪有说话的份儿？小姐，他们竟敢如此糟践您！他们是看准了我好拿捏，这哪是良缘，分明是死局。祖母，小姐，孙女不嫁了。那靖安侯府根本不是什么好去处，那就是个火坑。都退下，若梅也出去。
云丫头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若不是有白皙娘那个妾，以靖安侯如今的权势地位，满京城的名门闺秀，什么女子他娶不来？他之所以选你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妾。所以，从一开始，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能容人宠妾的木头人。你若不嫁，高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这桩婚事你没得选。祖母，孙女儿宁愿像大姐姐一样嫁个穷书生，哪怕日子清苦些，至少能活得像个人。求您成全。云丫头，你以为这婚事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吗？祖母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大伯在任上犯了错，是靖安侯一举力保，才将他的官职保住。若是你大伯获罪，咱们高家就彻底衰败了。到时候别说嫁给穷书生，你连这间屋子都待不住。所以，这门亲事是拿我去换大伯的命，换高家的前途。这一遭，就当是为家族牺牲了。牺牲，好一个牺牲！小姐，您跪了一夜，身子要垮了。去告诉祖母，我想见靖安侯一面。我已经明白了，侯爷想娶我，是为了让我善待白衣娘。高小姐果然是个聪明人。没错，本侯要的就是一个能容得下熹娘、不生事端的主母。既然是一场交易，那便把价码谈清楚。我高素云愿意嫁给您。但也请侯爷将我和白姨娘的职责清清楚楚划分出来，以免日后争执。我不想生活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。好，日后侯府的事都由你来管，一应亲戚人情来往也由你负责。白姨娘的院子和我的书房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侯爷是做大事的人，一家子最怕不齐心，对子孙后代也是疑惑无穷。用不着你教训我。云丫头，这是祖母攒了一辈子的私房，都给你带上。到了那边，手里有钱，腰杆才硬。爹娘把家底都掏出来了，云丫头，是家里对不住你。祖母、爹娘，素云明白。
这桩婚事是高家的生路，也是我高素云的战场。喝了这杯酒，你我便是夫妻。本侯与你的诺言，自会做到。妾身明白。小姐，侯爷这也太作践人了！这天才刚亮，奴婢就瞧见侯爷径直去了白姨娘的院子，昨夜可是洞房花烛夜啊！若梅，慎言。对于侯爷和白新娘来说，他们在这侯府相守了2年，咱们才是突然闯进来的外来者。他能来正房圆房，已是给了高家面子。媳妇儿给母亲请安，请母亲用茶。是个懂规矩的，往后这侯府的钟会，你可要多担待。媳妇儿定不负母亲所托。夫人，白姨奶奶说了，她昨儿个受了风寒，身子不适，往后的晨婚定礼怕是来不了了。既然身子不适，那便在院里好生休息。传话下去，姨奶奶好生休息就好，不必勉强。小姐，她这分明是仗着侯爷宠爱，故意给您下脸子。她不来，我倒省了应付。哟，夫人，这晌午的彩配还没定下呢，您看。王管事，今日的账目为何还没送去正房？哎呀，老奴这记性许是落在哪儿了？夫人您性子好，想必不会跟咱们这些老骨头计较吧？母亲，媳妇出掌家务，有些事拿不准。这是近日府内管事们的差事记录，其中几处疏漏，媳妇不敢擅专，特来请求母亲示下。这些老奴才竟敢欺负到主母头上！苏嬷嬷，传我的话，按着册子上的记录，该罚的罚，该撵的撵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太夫人有令，王管事玩忽职守，欺瞒主母，重打20大板，撵出府去。饶命啊！老奴再也不敢了！饶命啊！老奴再也不敢了！饶命啊！这下看谁还敢在你面前拿打！这城南的绸缎庄，城西的百亩蒙田，竟然全在白姨娘名下。不止这些，吴知瑜在外头给她置办的私产，比我的嫁妆还要多出好几倍。拿去吧，谢姨奶奶赏，谢姨奶奶赏。这是赏你的，以后有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先往我这儿送。
她一个妾，打赏竟然用金豆子，咱们还得按例给她供着衣食，凭什么？就凭她有钱。若梅，去告诉管家，以后白姨娘院里的用度都要挑顶好的送去。夫人，这怕是会超了规制。超了便超了，她既然收钱收到手软，我何必在这些琐事上做那个恶人？今日是15，本侯按例过来。侯爷请便。侯爷，这是陛下今早赏赐下来的锦缎和玩物。侯爷，这几样衬得新娘肤色好，新娘便先拿去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夫人性子淡雅，这匹素净的倒是适合夫人。谢侯爷赏。春去秋来，一年时光匆匆而过，在这高门大院里，竟也维持了一份诡异的相安无事。小姐，明儿就是7月初9，侯爷姑母的寿辰了，礼品奴婢都备好了，您在过目瞧瞧。姑母寿辰，英国公府定是贵客云集，明日不可失了礼数。这一场寿宴，怕是又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小姐，您可是担心英国公府那边？该来的总会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静安侯夫人来了，快请进吧。新娘，你可算来了，几日不见，我这心里总惦记着你，快随我进来。白姨娘这身缎子真是少见，衬得人跟仙女似的。可不是，听说侯爷为了给白姨娘寻这料子，费了不少功夫呢。小姐，别动，不必自讨没趣。这个美，瞧见没？那位就是静安侯夫人，长得倒是端庄，可惜是个没用的，被个青楼出身的妾压得死死的。可不是，正妻坐冷板凳，妾室倒成了座上宾。我要是她，早没脸待下去。可不是。侯爷，母亲。吴之宇，你看看你今天办的好事，让一个妾室在国公府出尽风头，把正妻的脸面往哪儿踩，把侯府的脸面往哪儿踩。母亲，希儿与何氏交好，那是她的本事。你是想气死我不成？素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。母亲，儿子早就说过，对我来说，只有西娘才是我的妻子。至于高氏，她占着那个位子已经足够了。小姐，
侯爷他怎么能说出那种话？他终于说实话了。睡吧，往后的路只能靠自己走。今日美景良辰，孤提议，诸位以春景为题，即兴作诗。胜者孤赏这颗东海夜明珠。那微臣便献丑了。好，这颗夜明珠归靖安侯了。素云，这个配你正合适，收下吧。谢太子殿下，谢侯爷赏赐。新娘，怎么好端端突然病倒了？侯爷，新娘无恙，许是今日听闻太子府热闹，心中惶恐，惊了魂魄。总觉得胸口闷得透不过气。小姐，那边又闹腾起来了，说是侯爷一回来，白姨娘就病得人事不省。这都接连3日了，侯爷连衣裳都没解，一直守在那边。这病生的可真是时候。去准备下，想必侯爷待会儿就要过来了。素云，那颗夜明珠，新娘这几日身子实在体弱，经济难安。大夫说，若是能有宝物压惊，或许能好得快些。侯爷拿去吧，既然能给姨奶奶压惊，也算这珠子的功效。多谢。小姐，那是太子殿下赏您的，您就这么给了？这颗夜明珠本也不属于我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这是喜脉，已有2个月余了。小姐，您听到了吗？您有身孕了！在这样一个宠妾灭妻的侯府，这个孩子究竟是福还是祸？夫人好生静养，切勿操劳。好孩子，你真是咱们侯府的大功臣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老身一定满足你。谢母亲厚爱，媳妇只求孩子平安。好孩子，你好好养胎，府里的事儿不必操心。姨奶奶，正房那边，夫人她诊出了喜脉。她怀孕了，凭什么？
侯爷有话不妨直说。素云，你如今有了身孕，本侯很高兴。我可以让你父亲和你大伯在下月的考评中都官升一级。若是等你生了孩子，第一个孩子，能不能给西娘养？侯爷，您说什么？西娘身子弱，这辈子怕是难有子嗣。她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。小姐，小姐吐血了，快请大夫！滚开！夫人真是急火攻心，她怀着身孕，最忌大喜大悲。若再有下次，这胎怕是保不住了。吴知宇，你今日竟能说出让嫡子给妾室抚养这种话，你是昏了头了吗？啊！母亲，西娘她够了！西娘，西娘，你眼里除了那个妾，还有没有祖宗家法？还有没有这个母亲？从今日起，你若再敢提这件事，就滚出侯府！今日我不过是问一问，他若不愿，我也不会强逼。侯爷，自我嫁入侯府，从未苛待过白姨娘，宫里的赏赐全是她挑剩下的，才轮到我。太子殿下赏的那颗夜明珠，给了我，又还了回去。试问这京城内外，有几个女子能如我这般心平气和地应对这些事？侯爷，您真以为白姨娘是想要个孩子吗？她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养一个孩子，她只是想先发制人，逼我为了自保对她出手。女子虽弱，为母则刚。若我的孩儿落入他人之手，我将日日遭受蚀骨灼心之痛。这是白姨娘第一次对我出手，她借侯爷之手来剜我的心，这并非阴谋，实乃阳谋。西娘，西娘她心思单纯，怎会想这么多？侯爷，您是真不懂，还是不想懂？你想太多了。西娘心思单纯，她只是想要个依靠，绝不会有这种恶毒的心思。侯爷可以不信，但您不妨想想，
按照白姨娘的计划，如果我今日因为愤怒对她动了手，结果会如何？我势必会被侯爷厌弃，轻则被休弃出门，重则被夺去管家之权。到时候，白姨娘既铲除了我这个眼中钉，又可以顺理成章地抚养侯爷唯一的子嗣，一举三得。侯爷，这便是您口中心思单纯的希儿。太夫人是怒急攻心，好在并无大碍，静养几日便好。太夫人那边已经歇下了。素云，今日的事到此为止吧。我会顾着高素云和孩子，以后不会再提那件事。侯爷，高素云有2个办法：一，侯爷把白姨娘送出；二，我生下孩子交给白姨娘抚养，然后我和离出府。既然平衡已经打破，我绝不会再退半步。你是在以退为进。高素云，你竟敢拿和离来威胁本侯！我已无路可退。长久以来的相安无事，只因我一直在退让。可一旦有了孩子，平衡就会被打破。父亲教我读书，说人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不想困在内宅阴司里浪费光阴。您若不做决定，日后一定会后悔。我不是在威胁吴知宇，我是在救自己，救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。和离，你疯了！我知道他在逃避，逃避那个他必须做出的选择。都退下。西娘她曾经救过我的命，她不能生养，并不是因为在青楼被灌了绝子汤，而是被前头的夫人李氏害的。原来这才是吴知宇对白金娘百依百顺，甚至不惜违背纲虫的真正原因，一份沉重的带着血色的愧疚。当年我去扬州查案，那些贪官为了拉拢我，把西娘送了过来。后来那些人起了杀心，吴知宇把证据藏哪儿了？说！西娘被严刑拷打，却咬诉不开口。若不是他，我早就死在扬州了。一个玩物，也配怀上侯爷的孩子？喝下去！后来李氏自知理亏，郁结于心，没过多久便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素云，我已负过西娘一次，让她这辈子都做不了母亲，我不能再负她第2次。所以侯爷就要拿我的孩子去填补您对白夫的愧疚，这对我对我的孩子公平吗？侯爷，您的深情让我觉得恶心。照你说的，等你生下孩子，我会给你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。到时候，你想另嫁也好，不嫁也罢，我都随你。多谢侯爷成全。小姐，您的孩子怎么能给那个遥遥出身的妾养着？那不是糟践孩子吗？继续待在侯府，
白姨娘岂会放过我？我若反击伤了白皙娘，吴之羽也不会罢休，不如及早抽身。若梅，去准备笔墨。若梅，我今年不过19岁，我为何要夹在他们之间，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隐忍度日？19岁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不想把余生都葬在这内宅阴司里。侯爷，请给我一份和离书。拿去吧。是娘没本事，让你受了这份窝囊气。娘，我不觉得窝囊，离了这火坑，我才觉得活过来了。好，娘带你回家，以后再给你找个好人家，定要找个知冷知热、真心疼你的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门外那个人是谁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云丫头，才3个月不见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这怀着身孕，身子骨哪受得住啊？娘，您别担心，太医说胎相还算稳固。娘，我已经和侯爷要了和离书。和离？云丫头，你这还怀着孩子，怎么能？是不是那白氏又作妖了？侯爷想把这孩子给白皙娘养，我答应了，条件是生下孩子我便走。是娘没本事，是高家没本事，让你受了这份天大的窝囊气。娘带你回家，娘给你找个好人家。云丫头，你听娘说，等你生下孩子，娘就带你回家。咱们高家养得起你，以后娘再给你找个好人家，找个知冷知热的，咱们再也不受这份罪了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若梅，她动了，她在踢我。小姐，您这吃什么吐什么，身子怎么受得住啊？这孩子怕是在怪我呢。今日孩子闹你了吗？还好，这几日公事不忙，我都在正房陪你。素云，若能一直这样，该多好。迟来的深情比草都清净。侯爷，快去瞧瞧吧，白姨奶奶突然心口疼得厉害，说是想见您最后一面。身子不适就去请大夫，这般没有规矩，这般规矩，谁教你的？滚出去！再加把劲儿！恭喜夫人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。好，好，我吴家终于有后了。赏！全府上下通通重赏！恭喜侯爷，恭喜太夫人！
小姐，小公子这眉眼长开了，真是越来越像小姐您了。是吗？那是自然，这双眼睛啊，跟小姐一模一样，清亮的很。不过这鼻梁和下半张脸，倒是像极了侯爷。小姐，有一件事，奴婢一直憋在心里没敢说。您生产那天，产房乱糟糟的，奴婢抓住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婆婆，想往内室钻。婆子？哪儿来的婆子？面生得很，穿着粗实衣裳。奴婢当时就把人扣下，交给了侯爷。可侯爷审了半天，说是没审出什么，最后只当是个想趁乱偷东西的给打发了。没审出什么，在侯府里，除了内卫的吩咐，谁敢在主母生产时硬闯产房？小姐是说白姨娘？来吧，抱走吧。小姐，小公子才这么小，您真的忍心？抱走，送到奶娘房里去。既已下定决心要走，就不能再起波澜。祥哥哥呢？快抱出来给本侯瞧瞧！快抱出来给本侯瞧瞧！素云，听说你今日连孩子都不肯见了。侯爷，当初说好的，这孩子给白姨娘养。既然如此，我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分别？她可是你的亲骨肉，你真的忍心让她一出生就没了亲娘？素云，你瞧瞧她，她长得这么像你，你真的忍心一眼都不看？出了月子我便走。她这么可爱，你真的忍心？不是早已说好了吗？侯爷，您是想食言，还是想让我再吐一次血？若梅，去给高家送信，让我娘明日来接我。小姐，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？
静安侯府，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了。小姐，侯爷给小公子取了名，叫吴天祥，小名祥哥哥。天降祥瑞，是个好名字。素云，你就不能不走吗？侯爷，和离书早已写好了，官印也盖了。我毁了，素云，我真的毁了。祥哥还那么小，他需要亲生母亲。我早已对你。侯爷，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后悔二字。当初我让你选过，是你自己毫不犹豫地选了白姨娘。如今你在这里跟我说后悔，难不成你现在又要去辜负我一次？你吴之瑜的深情还真是廉价。不，我这就去把新娘送走，送得远远的。素云，你等我，我这就去办。小姐，外面闹起来了，白新娘上吊了，白新娘上吊了。死了吗？没死，被下人们及时救下来了。听说侯爷下午过去，直接让人收拾东西，要送他去府外的别庄。白姨娘死活不肯，当场就寻死觅活。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白姨娘这手段百试百灵，吴之瑜终究是舍不得的。折腾吧，等明天一早，这一切就都与我无关了。云丫头，咱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素云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？新娘那边我会处理好的。祥哥还这么小，他不能没有你。侯爷，就此别过吧。云丫头，走吧，云丫头。
云丫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出嫁前的院子，爹爹让人每日打扫，什么都没动，就等你回来。阿姐，以后谁也别想欺负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谢祖母，谢父亲。小姐，日子过得真快，您回府都半年了，这外头开春了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没有了那些烦心事，身心自然舒畅。小姐，奴婢打听到侯府那边的消息了。他爱折腾什么便折腾什么，与我何干？不是的，小姐，自您走后，太夫人大病了一场，现在说是心力交瘁，再也不管府里的事了。侯爷也变了许多，他并没有按照当初约定的，把祥哥儿交给白姨娘抚养。如今祥哥儿一直是侯爷亲自带着，白姨娘连孩子的面都难见着。侯爷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他这是在自我感动，以为亲自带着孩子就能抵消对我的亏欠。可惜，我这辈子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迟来的深情。侯爷，西娘在这府里如今连下人都不如了。祥哥儿是您的骨肉，也是西娘看着生下来的，凭什么不让西娘亲近？我说过，孩子由我亲自带。你若安分守己，侯府少不了你的荣华。没用的东西，祥哥哭成那样，定是你这奶娘照看护招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白皙奶奶饶命，小公子是离了夫人心不爱。夫人，夫人，哪来的夫人？给我张嘴！住手！白皙娘，你现在竟连下人都敢随意凌辱了！来人，把他关进柴房，非死不得出！吴之瑜，你关得住我，关得住你心里的悔吗？你以为你抱着祥儿是为了孩子？不，每次您看着祥儿都像在看高素云，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
送高素云走了，你再也没看过我一眼。你守着那个空房，活该孤独终老。小姐，侯府传来消息，白姨娘因为苛待奶娘，被侯爷关进柴房，听说是彻底疯了。侯爷又要将她转送到城郊的庄子。他曾经视若珍宝的，如今弃若敝屣。这种人的深情，果然最是靠不住。这侯府的戏越来越难看了。侯爷，白氏趁夜偷盗庄内财物，欲逃往他乡，被老奴带人当场抓获。本侯安置你在庄子上衣食无忧，你竟然衣食无忧，吴知宇，你把我关在这荒郊野岭，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而我，实话告诉你，当年扬州苦肉计是我与同伙设局，只为让你带我回京。还有我自己饮下绝子汤，就为了嫁祸给李氏。是你吴知宇亲手把你的原配夫人活活逼死的。念在往日情分，我不杀你。滚出庄子，从此不许再踏入京城半步。若再让我看见你，定斩不饶。小姐，侯府那边传信，白氏在庄子上偷窃被抓，临走前把当年的真相全招了。侯爷现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谁也不见。听说他知道李夫人是被冤枉的，当场就吐了血。真相大白又如何？李夫人可回不来了。白皙娘去了哪里，不必再查。从今往后，这两个名字都与我无关。白姨娘，白姨娘，我已经处置了，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素云，求你跟我回去。从此你我之间再障碍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定让你做全京城最尊贵的侯夫人，再没人敢给你弃受。不必了。孩子若是想我，你可以隔三差五送过来住几天。可你我之间，还是算了。素云，我知道以前是我瞎了眼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侯爷，机会我给过你，在凉亭，在正房，在产房门口，是侯爷一次次亲手推开了。如今真相大白了，侯爷觉得愧疚，便想要我回去。若梅，送客。
侯爷，请吧，我家小姐要歇息了。小姐，侯爷又带着祥爷儿在府门口候着了。这半年来，他倒是风雨无阻。让阿弟去外院把祥爷儿接进来，带去花园玩会儿。那侯爷让他走，或者在门外等着，我不见。在这。侯爷，阿姐说了，祥哥哥可以进去，您请回吧。祥哥哥乖，进去陪陪你娘亲。素云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侯爷，今日见你是想亲口告诉你一件事。这是你我最后一次相见。下月我就要嫁人了。你要嫁人，素云？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，为了让你看到我的诚意，侯府里一个女子也没有，连个通房都没留。素云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侯爷，你我的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高素云早就不记得了。我要嫁的夫君是爹爹的弟子，他年轻英俊，才高八斗，更难得的是，他是个真正的仁义君子。这2年他一直对我示好，即便知道我的过去，也从未有过半点轻视。他金榜题名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高家提亲。侯爷，相望。侯爷，下月我成亲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来喝杯喜酒，以后再来，我就不在高家了。素云，我一直在原地等你。即使你一直站在原地等，我也没有义务回应你的申请。有些事迟了，就是一世了。